这就是快速鸡汤啊，简易的、快捷的，而且味道非常鲜美。解开了，也得搅起来。关键点，国宴鸡豆花，这菜还真有难度。作为您来讲是不难呀，大爷，这还真难。国宴鸡豆花，鸡牙子，我这里边有个筋膜，我给它蹬出就行。哎，鸡胸子里边一块最嫩的一块肉。对，就那么2块，一个鸡。这道菜呢是川菜里边呢一个代表菜，从这个豆花演变而来，形容它特别嫩，它跟豆花似的。它所谓的难度过去没有机器，对，没有过去就在这砸。对，它剁呢，这筋就进去了。你看它砸着，它这膜呢，你看它能砸出来，是吧，大爷？你看，是不是？别砸了，有机器咱使机器了。过去用刀背砸，所以这个砸的要需要一个时间，砸的越细越好，一小时。对，所以呢，它这有一定的难度。使机器吧啊！这个菜呢，你要比例不好，出来就非常老了。1斤鸡牙子，水是400克啊，加的是葱姜酒水。好，要分几步，因为这机器小啊。把鸡要出来，这好弄，好5克盐，150克蛋清，跟淀粉和在一块儿。罂粟粉啊，罂粟粉90克，罂粟粉也是淀粉的一种，比较白，比较细腻。好，鸡蛋清跟罂粟粉和匀了，倒到这和好的豆花里头。60目螺，对，60目的螺过一样，别拉手啊。这个过螺啊，就使这个鸡蓉啊更加细腻，出来的口感呢滑嫩。你要是粗螺呢，它出来以后有渣子，显得糙一点。所以这个螺的目数啊一定要比较精准。细呢就是60目，再粗一点就40目。对，这个过螺的时候要摁着，手放平，那就下去了。嘿，您看不费劲，全下去，全得下去。您这地道，大爷。好，冲螺不能用热水冲啊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调了。鸡胸肉、鸡这里脊都行，弄一个汤料的臊子。看着啊，二边有高招啊！在我们在家里头啊，如果没有来不及熬鸡汤，对，有熬个鸡汤熬来不及好几个小时啊，有点困难。我们可以用点鸡胸肉、鸡里脊肉直接剁。这个砸这个就不用很细了，就是拿您刀背砸一砸，成一种网状。待会儿我们做一锅开水，把这砸好的这个粗的这鸡蓉啊下锅，一臊，这个汤呢就特别鲜了啊！这是临时吊汤的一种快捷巧妙的方法。好，搁点葱姜，来了，我搁点酒，好，然后搁点胡椒粉，好了，点盐1勺，好了，看着啊，先把这水转进来，给它让它转起来，放，转起来，错一半，转，看着啊，这汤，如果是我们熬的这个鸡汤啊，它是浑的，我可以把鸡汤里边那些杂质通过它的旋转、收缩来就吸收到这鸡蓉身上。尤其我们很多网友有时临时来个任务啊，吊汤来不及呀，这一下我们用这种方法呢，告诉我们网友，简易的、快捷的，而且味道非常鲜美。简易鸡汤快速家庭版啊。然后呢，这鸡蓉在加热和成熟的这个瞬间，它会浮起来。浮起来呢，我们把这个肉里边出现的这些沫子，再把它打干净，然后再进行臊第2遍。你看，有的时候真没有汤怎么办？连鸡蓉都没有。反正我在家做饭啊，有时候哪有汤啊，就是水。但是这么煮个面就没味儿啊。过俩鸡蛋，这个汤就鲜美了。啊，大家看啊，这汤这水是吧，越来越清凉了，而且还有一点淡淡的绿茶的茶色。你看这就行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第2遍行了，这还可以搁3遍，每加一次，它那汤就更清一些。好，我手里赶紧关效果吗？关一点，别让它一转动多久什么的。好，到里边放桶，继续转啊，旋转。别理它，先让它收缩沉淀，它就出去了。
你看，哎，烧起来了，哎，就翻起来了。有时候我们为了汤好看啊，蘸一些红臊啊，比如牛肉臊，香对，鸡着鲜，加盐。最着急的是这一瞬间，这锅呢是复合体的，这上热的上的慢，而且这个还不能打锅，一滚。一滚就翻乱了，只要开锅，它不能翻锅，这个只要一开就得是小火，让它微着开行。你看这一锅吧，要吊1小时以后就成半锅了。好，那哎，这把这鸡中这味儿就吊出来。那时候最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要开了，来这要开，关小火了，关一下。现在稍微小一点，还是让它出泡。有的网友说什么叫砸一下？哎，这个时候有的这火啊调不了那么小。对，那水又开，这汤呢开的又挺大，我们有时候来一点凉水，稍微一砸，等它再一开呢，又有沫子。如果你不砸它一下啊，它这沫子就翻进去，成了，关火。好，当它一凉了的时候，你看一会儿它就沉底了，这时候你加味儿，关盐，你看，这就特别好看了。对，这就是快色的鸡汤啊。如果炖半个小时，鸡肉的味儿啊完全都全掉出来了，特别鲜。所以这个鲜度就够了。还有做鸡豆花，好，第二步啊，一杯水啊，这和完了，我这慢慢的，哎，一点一点的让它打进去。你看啊，原来400克，这又加了250克啊，650。之前不能加啊，就跟大爷打那个什么狮子头似的，你一下加足了它就完了。这就是难度。这差不多吧？对，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开了啊，别开了。也得搅起来，大火，关键点，你先开火没事，现在开火，好，锅，这是大火啊，这会儿啊，大火，让它开了之后啊，稍微一开就改小火10分钟，这别理它了就。看它的变化啊！这个让网友学真有，这个还真有难度。没什么简单的事情不简单嘛。就让它不能开了，就跟那煮那汤一样。小火，哎，小火，不能开啊！哎，不能开锅。哎，小火，似开非开这样啊！你不能搅啊！你这不能再搅，再搅就散了。对，你给大爷拿东西，大爷做。没事，我这观察着呢。火不到，这不爆头。它只要全浮起来就 OK 了。小火，慢慢成熟啊，有8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这让它都得飞出来，哎，就让它似开非开就行了。这鸡汤吊的也差不多了，这也成熟了。再把这加了热之后，对，是吧？小火啊，就小火别开着就行，加热，温度够就行。这个可以了啊。这还真差不多了。咱们拿这漏往出盛吧。好，可以了。先盛鸡汤，别喝了就成浮头了，喝了浮起来就下不去了。清鸡汤，这汤漂亮，香味也往上飘，可以了。就这儿啊，哎，然后你拿这个，跟这边上起，少拢。好，可以拿这水稍微淋它一下，把那上面这浮沫就淋进去了。对，从这抹进去，就抹进去，别动。热是不热点？为什么说人家要蒸去？对，就说人家上宴会为什么蒸啊？他就让它让它浮在面上，很好。我也鸡豆花。好，哎，非常好。找来，烫，你看，我也鸡豆花啊，汤鲜豆花鲜嫩，入口没有渣子，滑嫩。这个嫩还跟那别的嫩不一样。对，其实这个菜呢，当第一次做的时候，我们也经过无次实验，也失败过。但是呢，这个刚才大爷讲的过程就非常详细了。而这个汤呢，要有清汤的
这良好的功底。这个豆花呢，其实在豆花在方的配比上很严谨啊，严谨，而一次次的我们纠正去改良。200啊，20年的都不干了，对，所以说20多年宝刀未老，感谢还是要什么老当益壮。在大爷的帮助下，没有，要不然200一饭啊，谢谢大爷啊。我这个汤不热，够热呀，是吧？够热什么呀？这必须得开，这汤必须得烫嘴，那它就能那烟灰就能吃了。你说烫这个烫80度跟100度，我跟你说，你呈现出的东西就差远了。大爷能知不大爷？为什么要蒸的？你用啤酒鸭那饺子，你要汤不热，那饺子是沉底的，对不对？这重要大型的细活儿，对不对？你还得需要稍微有点磨练磨练。对，当然，来好了，开手啊，热点儿，好，哎11点了啊，哎，看着，热。